海伦是古希腊神话中第3代众神之王宙斯跟勒达所生的女儿，在他的养父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宫里长大。她是在人间里最漂亮的女人，在她出生时，神赋予她可以模仿任意一个女人的声音的能力。长大后，她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，引发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。特修斯和毕里托俄斯远征斯巴达，他们在阿尔特弥斯神庙里看见少女海伦跳舞，两个人都抵挡不住爱情的欲火，便大胆地闯进神庙，把她抢走，带到亚加迪亚的特格阿。他们在这里抽签决定海伦归属，两人约好，抽中签的一定要帮未抽中签的再去抢一个美女。结果特修斯抽中了签，他把海伦带到阿提卡地区的阿弗德纳，由母亲埃特拉照料海伦，并让一个朋友保护她。然后他又跟自己的朋友计划去进行一场惊人的冒险。毕里托俄斯没得到海伦，便决定从地府里拐走冥王哈迪斯的妻子珀尔塞福涅，并占有她，以求得安慰。可是两人的计划彻底失败了，被哈迪斯永远拘押在地府里。赫拉克勒斯想要救出他们两人，但结果只救出了特修斯。当特修斯被关在哈迪斯的地府里的时候，海伦的两个哥哥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来到雅典，他们有礼貌的要求归还海伦，但雅典人说年轻的公主不在雅典，而且也不知道特修斯把她藏在哪里。兄弟俩勃然大怒，威胁说要动用武力。雅典人十分害怕，其中有一人名叫阿卡特摩斯，他知道特修斯的秘密，于是告诉他们海伦藏在阿弗德纳。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立即围攻该城，并很快攻陷了城池。同时，雅典城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利于特修斯的事。厄瑞克透斯的孙子梅纳斯透斯自立为人民的领袖，他想篡夺王位，因此蛊惑城里的贵族们，说国王让他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，实际上是控制他们，奴役他们。他对那些自由民说，他们放弃了乡间的神庙和神祇，不再依赖当地的大小贵族，却服从一个外地的暴君，以此煽动民众对国王不满的情绪。阿弗德纳被廷达瑞俄斯的族人攻占了，雅典人惊恐不安。梅纳斯透斯利用人民的恐慌情绪，劝居民给廷达瑞俄斯的2个儿子打开城门，友好的迎接他们入城。因为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只是反对特修斯抢去了他们的妹妹，事实也证明了梅纳斯透斯说的话。那些外来的士兵虽然从打开的城门里冲了进来，控制了城内所有的地区，但他们并没有伤害一个人。他们救出了海伦，在市民的护送下离开了雅典，回到故乡去了。长大后的海伦越发的迷人，引得求婚的人络绎不绝。因为担心最后选出一位女婿会得罪那么多的求婚者，他的父亲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让所有求婚者都当众立誓，誓言内容是将来跟有幸选中的新郎建立同盟，共同反对任何因为对这场婚姻不满而企图加害国王的求婚人。后来他选中了莫涅拉奥斯。莫涅拉奥斯是阿伽门农的兄弟，亚各斯人的国王。他与海伦结婚后，也继承了斯巴达的王权。海伦还为莫涅拉奥斯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叫赫尔弥奥涅。恰逢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委托了一项任务给王子帕里斯，让他前往萨拉密斯接回国王的姐姐萨拉密斯的女君主赫西俄涅。帕里斯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西西拉岛进发。帕里斯受到阿弗罗狄特的唆使，乘船到斯巴达找海伦。普里阿摩斯另一位儿子预言家赫勒诺斯警告帕里斯，他却置若罔闻。他来到拉科尼亚的海岸，和他的朋友埃涅阿斯上了岸，作为客人探访斯巴达国王莫涅拉奥斯。宴上，帕里斯及海伦已互生情愫。过了几天，莫涅拉奥斯说要到克里特岛，临行前嘱咐海伦好好招呼客人。莫涅拉奥斯一走，帕里斯就唆使海伦离开丈夫，跟他同赴特洛伊。海伦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，包括他的女儿赫尔弥奥涅。回程途中，海神涅柔斯突然将船停住，告诉他们要付出代价。然而阿弗罗狄特安慰他们。3天后，他们就回到了特洛伊。为了夺回海伦，希腊军队越过海峡，将特洛伊城紧紧包围。
一天，正当海伦静静的将自己的经历编织成一块金色的毯时，有人叫他在特洛伊城上观看莫涅拉奥斯和帕里斯的决斗。莫涅拉奥斯决心杀死帕里斯，坐在普里阿摩斯国王旁边，他将希腊一方的首领告诉了国王。当他看到城墙下前夫的身影时，爱的热泪流满了眼帘。帕里斯战败逃离战场后，他的感觉是既爱又悲释。他鼓励海格特和帕里斯再次走上战场，并真诚地为真正的英雄海格特的死而哀痛。但当奥德修斯和狄俄莫德斯化妆后来偷窃雅典娜神像时，他竭尽全力帮助了他们。帕里斯战死后，他成了普里阿摩斯国王另一个儿子的妻子。与此同时，莫涅拉奥斯焦急地在毁坏的特洛伊宫中寻找海伦。爱神阿弗罗狄特使海伦变得更美丽了。结果，当莫涅拉奥斯终于发现躲在角落中发抖的海伦时，极不情愿将利剑刺向他那迷人的面孔。而他内心正为夺回海伦暗自高兴。海伦跟随莫涅拉奥斯穿过特洛伊城的废墟，他深为自己的不洁行为感到耻辱。一想到自己将在希腊军营中遭受的命运，他就心惊胆战。她的美丽再次拯救了他。没有人能忍心将剑刺向令人销魂、妩媚动人的女子之身。在莫涅拉奥斯的帐篷中，海伦跪在斯巴达国王的脚下，祈求饶恕。看到眼前的情形，莫涅拉奥斯深受感动，他扶起海伦，让她忘掉过去的一切。莫涅拉奥斯将她抱起来时，海伦的两眼流出幸福与悲伤的泪水。他们俩像以前那样相爱，一同消失在遥远的西方。